你被隐藏的天赋是什么？你想要找到它吗？今天我会给你一个捷径，跟随我3分钟的心灵之旅，探索你的潜意识，找到你的隐藏天赋。在开始体验前，有2个注意事项。第一个，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，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。第二个，让你自己处于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下，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。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，可以躺下，也可以坐下，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，可以感受到一阵的放松进入到你的身体，蔓延至你的全身。和我一起做3次深呼吸。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，可以想象将外部空气中所有的养分吸入到你的身体。当吸到最深处最饱和处时，再缓缓地吐出体外。每一次深呼吸都会让你进入更放松的状态。发挥你所有的想象，你正处于一间安全舒适的房间中。在这个房间，你会放松身体的每一个部位，从头到脚，放松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从头到脚，放松身体的每一根神经，从头到脚，放松身体的每一寸肌肤。你的四肢会逐渐地温热起来。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下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房间的中央有一个转轮，转轮上有7种不同的颜色，这7种颜色正是彩虹的颜色。当我数到3，请你转动转轮上的指针，指针会停在某一种颜色上。1、2、3，请你仔细观察，指针停在了哪一种颜色上？这个颜色给你带来了什么感受？这个颜色会逐渐变大，越来越大，变成一扇大门。请你仔细观察这扇门的样子。当我数到3，你会用你的方式进入门中，而当你进入门的那一刹那，会变成一种动物。1、2、3，你变成了哪一种动物？当你变成它后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门的背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我会给你一点时间，请你去探索这个世界的同时，去发掘你所变成的这个动物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征。你在这个世界中第一个探索到的是什么？你所变成的动物和你所探索到的都是隐藏的天赋。当我数到3，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。1、2、3。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。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封印，只不过有的人找到了它并突破了，从此以后呢，过上了丰盛富足的生活，而有的人则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，依旧每天都活在匮乏焦虑中。这个视频呢，我就全方位、成体系的给大家讲明白，
这个封印运行的底层逻辑。然后呢，让大家通过精准努力来突破它对我们的掣肘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打开封印，一起寻找解除封印的终极钥匙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怎样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封印呢？其实只需要想一个问题：你在什么时候比较开心？或者说你是因为什么开心？所谓封印就是有限的，你的成长有限，智慧有限，格局有限，一切都有限。如果你解开你的封印，你就会进入无限。刚刚问的问题，可以换个问法：你在什么时候不开心？或者说因为什么不开心？把这两个问题对比一下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，都来自于60，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。我看到什么很开心，我听到什么很开心，我闻到什么很开心，我吃到美味的东西很开心。意是我们这具身体的意识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你开心是因为它，不开心也是因为它。当我们被封印的时候，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，都在封印里面。60呢，可以用一个词来代替，就是六贼。西游记里有一集，讲的是孙悟空杀了六贼：眼看喜，耳听怒，鼻嗅爱舌，长思意见，欲伸本幽。那6个贼可以说是悟空的6贼，也可以说是唐僧的6贼，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没有成佛，所以6贼的出现一定会被灭掉。所以孙悟空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死了。每个人身上都有6贼，如果没有，你根本不能去体验。也就是说，6贼一直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开心和不开心都来自于它。佛家讲方60可以得自在，得清净之心，得解脱我们今天要讲的封印呢。有先天的封印，有后天的封印。我们先讲后天的封印。后天封印呢，就是60。如果你在60里面，当你觉得你看到的就是真相的时候，你就被你的眼睛给封印了。眼睛本来是2只，一进一出是一个平衡。我们生下来本身是平衡的，你把平衡给打破了，你把自己给封印了。你觉得你见到的一切都是真相，你看到你老公跟别人吃饭，你看到的只是你看到的。但是当你把它当成真相，觉得这就是真实的，觉得他们这样做对不起你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当你只看到一个面的时候，你就被你的眼睛封印了。眼睛只是让你看到而已，没有让你去识别。佛家讲封60，进入清净之心的时候，还有识别之心吗？没有。所以不管是恶人还是善人，都可以成佛。但是如果你去识别了这个人满手血腥，满手罪孽，他还能成佛吗？你肯定觉得他不能。当你只有一只眼睛看到的时候，另一只就被你封印了。耳朵听你一听打雷了，就说要下雨了，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惯性，或者说我们被我们身体植入的东西代替了。听到打雷就要下雨了，谁告诉你的？你的植入，你在3维空间的植入。3维空间给你的信息就是这样的，你来3维空间体验，这只是你生存的一个工具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当我出门的时候打雷了，今天是不是要下雨？带把伞。我早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有雨，
本来我今天要去一个地方，因为下雨不能去了，提前联系对方，所以它只是你生存的一个工具而已。你听到的不是真实，你听到的只是你听到的。耳朵也是两只，但是你进入了单向。一只耳朵听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个答案。封印是什么？封印就是你认为一定有一个答案。不管体验任何东西，你觉得一定有一个结果，有一个答案，那么你就被封印了。鼻子是闻的，当你闻到臭味，闻到不舒服的气味，身体会有反应。这个地方全是腥味、臭味，你还想待在那里吗？不想了，为什么闻尽？去了，你的嗅觉给了你一个相，不管是眼耳鼻还是舌身意，都给了你一个相，所以你才会被局限、被封印。我们都喜欢闻香的，不喜欢闻臭的。香味和臭味相当于我们的美与丑，美与丑会给你一个相，到你的大脑里面，要么是美，要么是丑。但是当你把美与丑都接纳的时候，就没有所谓的香与臭了。有些苦修者，他们的修行就是把自己逼入极限，让自己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修，茅坑粪坑他们也会去修，忍受世间之疾苦，才能明白极乐是什么。极乐对应疾苦，疾苦对应极乐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修行的途中，没有把苦当作是苦，没有把臭味当作是臭味。其实有一点可以看出来，我们不管吃什么都需要排泄。你排泄的是什么？每个人，哪怕你每天待在家里，你也为地球做了很多贡献。什么贡献？我们每天不管吃了什么东西，当你排泄的时候，你的这些排泄物会产生沼气，沼气可以产生电，也可以产生其他很多功能。沼气跟大地的浊气息息相关。为什么我们行动了才能产生物质？有没有坐在家里物质就产生的？你一定是经历过浊气才能创造物质。你觉得自己很清高，不需要钱，不需要物质，不喜欢钱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永远链接不到钱。钱本身就是在浊气里面产生的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重量就是浊气。浊者下降，轻者上升，是浊气让你停留在大地的。当你身上完全没有浊气的时候，就是你生命消失的时候。为什么当我们到生命临终的时候，身体越来越轻？为什么人到死亡的时候吃得越来越少？吃五谷杂粮就吸一口浊气。大地上长的一切都有浊气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脸上长痘痘是正常的浊气。其实没有所谓的臭与香，香味进入的时候，是在刺激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。臭味进来的时候，也是在打通你身体里的器官和经络。香味和臭味都是一种气味，臭味不是气味吗？如果不是，你怎么闻到的？我们的鼻子就是给你嗅的，但是当你的鼻子太敏感的时候，你变敏感了，一闻这个是臭的，这个是香的，你在鼻子这一块也被封印了。鼻孔也是一个进一个出。人为什么有2只眼睛、2只耳朵、2个鼻孔？因为平衡。嘴巴，我们为什么只有一张嘴？我喝一口水，我再吐一下。从这里教了我们一个道理，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相当于在释放？我喝水是不是接收？当水喝得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再去说话是不是释放？我们的嘴巴和眼睛、
鼻子、耳朵都是相通的。古时候有些刑法，把7孔堵1个或几个，你会发现任何地方都可以进水。坐火车过隧道的时候，瞬间让你耳鸣，听不到东西。坐飞机也是这样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嘴巴张开，或者吞一下口水，你会发现你的7窍通了。也就是说，7窍是可以互相影响的。我说这个人特别坏，你听我说了，你眼睛也看到我了。下次见到这个人，你说这个人很坏，你是不是也进入了这种相里面？我们的60都可以成相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体验相，经常去投影。有人说投影是由高维投向低维，3维空间是一面镜子。那么镜子是什么？这个杯子里面有水，水怎么进去的？装进去的。在3维空间是你的身体在投射，你的60在投射。当你特别喜欢说的时候，当你形成造作的时候，什么叫造作？我说了，我不去管会对别人造成什么，或者我经常说假话。什么叫假话？就比如我现在在给大家做分享，这时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想被打断，于是我说我在外面吃饭，是不是假话？我完全可以说我在做分享。当你经常形成造作的时候，你的口也被封印了，被你的见识封印了，那么就会形成业力，业力形成轮回，轮回就会形成2元对立，你的相就会越来越多。喜欢说假话的人，一生当中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工作，都会经历一连环的事情，甚至被人欺骗，结交的都是狐朋狗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造作。当你不想说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想说？因为你怕我说出去，会不会对别人有影响？我说的是对还是错？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是受见识的影响，见识也是你的经历，有见才有识，你识别了好和坏，所以你不敢去说了，又进入了你的封印。舌长丝丝是思念，我尝到美味的东西，过段时间还想去尝，但是我们觉得好吃的地方，就一定有不好吃的地方。好吃的不是吃的吗？不好吃的不是吃的吗？当你因为喜欢而经常吃一种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吃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开始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体验过巅峰了，还有巅峰吗？你以后还怎么成长？我们来这个3维空间，来地球体验的时候，你一下就体验完了，还怎样去体验？你还能得到什么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？慢下来才能装进去，才能装进你的身体，而不是装进你的60，装进你的见识，装进去才能提炼精髓。我们吃的食物不也是在提炼精髓吗？吃的任何东西，荤的素的，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形成能量，供养你的器官、身体组织，这不也是同样吗？所以你去尝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给一个答案。你不给他答案的时候，他就永远没有答案。身是触觉，触感我抚摸一下别人，别人抚摸一下我，是不是触觉？眼耳鼻舌身，为什么身在后面？身在控制我们的器官，控制我们的60。眼睛能不能一直睁着？不能。当我累了，我会闭一下，眨一下。当我们远离一个人的时候，会自然而然做出行为，脚步远离他，眼光远离他，耳朵远离他，
如果我不喜欢一个人，不想听到他的任何消息，不想看到他出现在我面前，不想闻到他的气味，所以60是由身体来掌控的。60的封印，也就是身体的封印。身体是让我们来体验这个大千世界的。你跟别人有同感，你的身体才能接受你。跟一个人的理念不同，价值观不同，你会不会跟他去做事？会不会认同他？很难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排斥别人。这个排斥不是60，而是身体。身体会排斥一个人，也会接受一个人。同性相吸，异性相斥。举个例子，就拿电池来说吧，手电筒放电池的时候，一个正极一个负极，电就产生了。如果你把它换为一个面，同性不能产生创造，不能发电。这也是为什么男女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无限的创造力。斥也可以理解为接引，接受相斥的时候，两股能量需要磨合。我们跟异性接触需要磨合期，就像电一样，在磨合，在融合。当你排斥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创造力了。脉轮里面也是这样，当你排斥异性的时候，你的创造力在哪里？你的活力在哪里？身体是我们的一个整体，身体代表了我们的眼耳鼻血液、毛孔毛发皮肤等等，所以身体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融合。当你对异性排斥的时候，你融合了吗？融才能合。我们身体的细胞都在融合，你学的一切都是来给你海纳百川、万千归一的。你是一滴水，同样你也是一片海，依旧是你的根本。我们的身体就在做融合的事情，融才能合，斥就会散。你排斥什么就会散开什么，你融什么就能合什么。我们的身体只是来给我们融合的，所以你要融你的家庭，融你的关系，融你的财富，外面的一切你都可以融。如果你只做排斥，你就把你的身体给封印了。当你排斥的时候，眼睛也会排斥，鼻子也会排斥，耳朵也会排斥，舌头也会排斥。这是我们的身体，意呢掌控着我们的身体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，意排在最后，意掌控身体，身体掌控60。练武之人说意道气，道气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气。给你身体一个意识的时候，你身体里面的血液器官气息都会这样去做。假如你现在做冥想，99归一，如果你的身体是通透的，一下就可以吸上来。当你吸的时候，谁在掌控意识？我们都会被自己的潜意识所掌控，意识掌控身体，从而掌控你的行为，掌控你的眼耳鼻舌身意。意后面也有一个识，一切识都是因为有识别，有识别就会有好坏。当你的意识开始识别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好坏的标准，就会给你好坏的念头和投射。现在明白为什么你做的一些事情，不是因为你想做，不是因为你一定要做，而是因为你的意识掌控了你。意识把我局限在这里，我只能坐在这里。有一个词叫做意念，为什么念在意的后面？我的意识只能把我局限在这里，但是念头呢，已经超越意识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链接你的高维意识，想要有神性，想要链接神通，一定要让自己的念头无形无相，
一定要让自己的念头不被局限。人之所以被局限，就是因为你不允许自己尽情地去想象。意之所住，念之所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一些行为是怎样来的？真的是你的大脑给了你信息，你才去做的吗？意识比大脑更快，意识掌控大脑，大脑控制我们的身体。大脑里面有细胞，有神经组织。我现在动一下我的手指，我身体里面的神经组织有没有动？动了，这个动来自哪里？大脑传递过来的。而大脑是因为我的意识给它传递了。心经里讲五眼耳鼻舌身意，为什么？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只在三维，但是人生下来的时候就不只有三维，要不然你就只能做有限的事情。我说你只能做乞丐，你真的只能做乞丐吗？我说你只能做一个搬运工，你真的只能做一个搬运工吗？所以眼耳鼻舌身意的封印来自灵魂。我们想要获得任何东西，一定会失去一些东西，任何时候都是双向的。如果你只想走一条单行道，你永远在单行道里面，你永远都需要有一个结果。我想要去考大学硕士博士，代价是我的年龄失去了。我想要去创造一些东西，代价是我的身体健康有可能失去了。所以生命也是有限的，一切都是平衡的。本身我们是一道光，一段编码，你本身是从源头降临下来的，也就是从高纬到低纬。所以呢，你不降纬度，你就不能去链接地球，你就不能和地球的一切相融。因为你的智慧，你的能量是高于三维的。我们来到三维空间的时候，需要与地球与三维空间签署一份协议，也可以理解为自封记忆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来地球，我把自己给封印了，我是个傻子吗？我为什么要在地球封印？这就是它的平衡之处。我们灵魂的记忆不在上面，在三维，在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身上，在你所遇见的每一个物质和每件事身上，每一个人都是来帮助我们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佛。你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你的灵魂烙印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封印。只有封印了，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体验黑与白，体验光明和黑暗，才能成长。要不然你生下来的那一刻，你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你会很难融入这个三维能量场。别人都在追求物质，你坐在家里面念阿弥陀佛，你说我不需要结婚，但是你怎么来的？你有父母，你的父母会被你气死，这是不是因果？这会不会有业力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之所以要封印，是要从高维到低维来体验。在高维的时候是没有这具身体的，不能感同身受。神是没有感受的，神不会在乎你的生命，神是神性，站在最高点为神性。人性是我们人的一个框架，你不做人，你永远体会不了做人的乐趣在哪里。我们之所以要被封印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在三维空间体验做人的乐趣。这个过程应该是享受。你之所以觉得过程痛苦，是因为你太当回事了，你把过程当真了。作为父母，一直想看到孩子平平安安，小时候可以，长大了成家呢，再到他的孙子，孙子的孙子呢，你需要的是体验就可以了。他有他的体验，他不只是你的孩子。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了，
你的开心怎么来的？痛苦怎么来的？都是你的60。你的60不是你的体验吗？如果让你去选择，你选择开心，那不还是有不开心吗？你在源头的时候，你只是一个光，所以你不会像人类那样去选择，你不会有思维。神是没有思维的。当我们到4维、5维、6维的时候，也是没有思维的，因为有思维的时候就有局限了。当你开始去思考的时候，局限就产生了。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去衡量的。宇宙有多大，一个星球有多大，我们都可以去衡量一个热能有多高，我们也可以去衡量同样的。自古以来，我们都在探索灵魂。有人说，人死的那一刻，身体会突然之间轻30克。科学家说是灵魂的重量。我不去评判科学是怎样的，我只想说，确实是有东西走了。灵魂是赋予的，不能单独存在。没有灵哪有你的意识？没有意识哪有你的大脑？没有大脑，你的基因也好，细胞也好，哪里有啊？也就是说，灵魂在融合你的身体，融才能合，才能把灵魂活出来。所以我们经常说灵魂绽放，而不是肉身绽放。肉身不能绽放，灵魂掌控意识，意识掌控大脑，大脑掌控身体，身体掌控60。然而很多人呢，却根本没有活出自己的灵魂来。3维空间就像这杯水杯，里面装的就是3维空间，就是红尘。但是你体验的只是这个手指而已。你用手指去试探温度的时候，只是你的一个手指而已。很多人来到这个3维空间，体验就是这个手指在体验。请问你体验完整了吗？你体验的是烫的，它就是烫的吗？它会不会变冷？会不会变温？大部分人灵魂都没有活出来。灵魂绽放的人在用灵魂行走，用灵魂体验3维空间。灵魂没有绽放的人，是用身体在体验3维空间。你的一切封印的资料，都已经在这个红尘里面了。封印的钥匙也在这个红尘里面。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钥匙，关键是你接纳了吗？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是什么？你在这件事上看到的又是什么？你用身体活你，就只是身体；你用灵魂活你，就是一切。你觉得链接一切难，那你就链接不了一切。你的人生就是有局限的。为什么你不接受啊？你可能会说，我只接受物质，我只接受金钱，我不接受那些让我痛苦的东西。没有痛苦你怎么成长？没有压力哪有动力？那就是你的物质，就是你的金钱。你看到了吗？你觉得允许一切难，那么你又怎么能得到一切呢？接纳一切不是说你是傻子，恰恰相反，你是用智慧在体验。我是让你做你的本性，不是让你做木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封印都在这个3维空间，取之于3维，用之于3维。你之所以要封印，就是你要来3维空间来体验，那么解封印也必然在这里，你的钥匙就在这里。当你把封印解开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解开了，你就会连接到很多信息。我们之所以封印，是因为我们要体验这些东西。那有人要说了，既然是体验，吃喝嫖赌也是体验，那么我问你，吃喝嫖赌你享受了吗？有句话叫得不配位，必有灾劫。得的下面是心，
你要用心来体验，而不是用身体去体验。吃喝嫖赌是你的心在体验吗？你的心能吃喝嫖赌吗？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大于了你的根本，你能不有业吗？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再讲讲先天封印。先天是你在你母亲肚子里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你接受了你爸妈的基因遗传，你就被封印了。后天封印是因为你的60，如果你把你的后天封印解开了，你会链接你的先天，这个就是你的终极。封印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回归到阴阳二气。阴阳就是我们的规则道，道就是阴阳。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要链接到，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本身就是道。怎样去解除封印呢？想要解除封印，首先你得回去。我们从源头来到这里，再从这里回去，回家的那段路，那段信息编码只在你的身上，但是你把那扇门给关闭了，到处找门。解开封印，需要先从我们的后天返到先天，也就是说，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回到我们的道，回到我们的根本，回到万物开始的时候。一生二，二生三就是规则。有些人说我抗拒什么，我不喜欢什么，那是因为你不喜欢被规则所束缚。如果你不喜欢被规则束缚，那你怎样链接规则呢？你不链接规则，你又怎样体验规则？感情、物质、财富，你的一切都在规则上面，都在道之内。我们常说三界六道，三界就是三维，灵魂的维度不在三维，后天的封印也不一定在三维。你因为一件事情去排斥的时候，你就降维了，甚至在二维，所以你的维度不定。当你回到道的时候，就回到三维了，回到零的时候就回到高维了。六道是什么？六道轮回，60会让我们进入轮回，你的60去体验了，让你的身体去选择了，不就是轮回吗？你要超越三界六道，首先是接受，你才能开启封印，才能解除三界六道的封印。你的封印是在三界六道里面，三界六道都在道之内。当我们回到源头的时候，就不在道之内了，就没有道了。现在之所以有道，是因为你在三维，在三界六道之内。我们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全然的允许任何体验，这是解除封印的终极钥匙。生命之所往叫生命，是因为生命可以体验一切，前提是接纳一切。生命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创造。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可以创造一切，你也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创造一切。你在哪里有局限，你就会处处局限。当你做到全然的允许，你会发现生命的美妙，灵魂的美妙，封印就解了。你对任何东西但凡有点偏见或局限，你就不能去接纳，无限接纳一切。为什么你本身是一个圆，但是你这个圆中有一个地方缺了？缺了就是你不能去接纳某个东西了，那么就一定会有缺陷。有些人说做不到，做不到很正常，因为你把自己给局限了。你需要更多的知识智慧。为什么我们要链接别人？如果一个东西让你形成了判断，当你再去接收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又是另外一个判断了。所以我们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独到的智慧和经验。有句话叫成功是不可复制的。为什么经历不一样？
环境、时间、能量都不一样，怎么复制？做到全然允许，你就链接到了生命的本质。这其实也是我们要修的，允许我们全然的活着，允许我们全然的接受。每个人给你的东西都会有两面性，你只需要取其精华去融，融才能获，合才能益。所以全然的允许，就会找到你自己的钥匙。当然现在你做不到很正常，不要去贬低自己，做不到是因为你现在的体验就在这个阶段。这个时候就算有佛来给你灌顶，你也只是在这个阶段，因为你没有接纳，没有悟。有些人去求神拜佛，为什么没有效果？神为什么要同情你？他的频率在1000，而你的频率在100-200，甚至是负数。他为什么要降低维度来同情你、帮助你？当你的频率上升的时候，你不就和他在一块了吗？所以你是人，也是神，也是佛。你为什么只把自己当个人呢？你只把自己当人的时候，你不就是远离了那些动物吗？那些动物不是生命吗？你的房子，你周围的一切物质是什么？不是和你一体的吗？全然接爱就是全然的接受一切，不只是你的行为。三维空间，一切显现的、不显现的都去接受。知道与悟道的区别是，有些人知道，但是他会去分别对不对。